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HSK grammar series.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ree very important Chinese particles, de, guo, and le. These small words appear everywhere in daily Chinese, but many learners find them confusing. Let's break them down step by step with simple examples so you can use them naturally.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一趟深度语言探索之旅。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中文世界里，可以说是最常被误解却也最生动的三个小词汇。没错，就是得、过和了。对，这三个字，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的中文语法宇宙。你其实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中文里的那个魔法调味料。魔法调味料，这个比喻蛮好的。就是一旦学会如何精准使用，你原本可能觉得有点生硬的句子，瞬间就会变得有血有肉，听起来就像母语人士一样自然了。真的很高兴能一起展开这趟探索。这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当你在接触这三个词汇时，你不只是在记住一些枯燥的语法规则而已。绝对不只是背书。其实你正在做的是去理解中文母语者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透过这些小词，你可以体会到我们是如何感知一个动作的状态，如何定义生命里的经验，还有我们是如何敏锐地捕捉周遭环境事物的改变。完全正确。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为你量身打造这场讨论。不管你是刚开始接触中文，还是其实已经学了一阵子，但在开口讲话时总觉得有点卡卡的，抓不到那种道地语感。今天的内容绝对会让你有一种啊哈，原来如此的感觉哦。没错，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第一个核心关键字，代表动作与结果桥梁的得。这个字的发音是轻声的的。对，轻声的。如果我们用生活化的方式来想象，它就像是一座坚固的桥梁，永远架在动词的后面。它的用户很单纯，就是要告诉听你说话的人，前面这个动作到底导致了什么结果，或者达到了什么样的状态。也就是说，这座桥梁的核心功用就是评价和描述。评价跟描述，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当然，想象一下，昨晚外面狂风暴雨。如果你想单纯传达昨天下雨这个事实，那很简单。但如果你想让对方感受到那场雨的威力，在中文里，我们会先把下这个动作拿出来。动词先出来，然后用得这座桥连上你的评价，变成昨天的雨下得非常大。下得非常大，把动作和状态连接起来，听起来好像不难嘛。但为什么当你在学习或者开口说的时候，总是对它感到头痛呢？其实啊，当你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痛苦的往往是忘记它的存在。忘记，为什么会忘记？因为如果你母语是英文的话，你早就习惯副词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啦。你想表达 you walk too slowly， 大脑会很自然的想要逐字翻译。就会直接说你走太慢。对，在你的直觉里根本没有得这座桥的位置，结果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就少了那么一点道地的味道。懂了，初学者真的很容易直接忽略它。那对于已经有一定基础可以流利对话的你来说呢？我发现其实很多进阶的人问题反而出在打字或写作上。你是指那个选择障碍对吧？对，因为中文里有三个发音都是的字，就是白部首的的，土部首的地，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双人旁的得，这真的超容易搞混的。这是很常见的盲点，要克服这个犹豫，关键在于记住我们刚刚聊到的核心概念。这个双人旁的得，它永远专注于动作完成后的状态评估。状态评估，没错，你一定是先做出了一个动作，然后才去评价它。只要抓紧这个底层逻辑，下次你敲键盘时就不会再犹豫了。好，为了让你的大脑产生自然的肌肉记忆，我们把这个概念放进真实的生活情境里来练习。我们准备了3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评价事物。想象你现在跟朋友坐在咖啡厅，你们正在聊一本最近很红的书，朋友好奇地问你这本书怎么样。这时候你不需要用很复杂的句型，你只需要拿出这座桥，告诉他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动词是写，状态是很有意思，中间用得完美串接，真的非常自然。那场景2呢？
是关心别人的身体状态。一早进办公室，你看到隔壁同事黑眼圈超重，精神状态很差，你关心他之后，发现他失眠了。当你要向其他同事描述这个状况时，你就可以评价他昨晚睡觉的状态。你可以说他昨天睡得不好。睡得不好，这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状态评估。再来是场景3，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几乎天天都会碰到的状况，就是催促跟抱怨。小象，你跟朋友正准备狂奔去搭捷运，眼看车子就要来了，但你朋友还在后面慢吞吞地滑手机。你绝对会忍不住回头对他大喊：“快点吧，你走得太慢了。”在这里，如果你只说“奴走太慢”，语气就少了一种连结感，加上了得这句话的催促感和情绪才真的到位。没错，情绪直接拉满。当你习惯了用得来评价当下的状态之后，我们可以把视角稍微拉远一点，我们不再只看眼前的动作，而是来看看你整个人生的时间轴。这听起来视野突然变得很大。因为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要带你进入今天的第2个词汇“过”。这是一个自带时间滤镜、充满故事的词。它一样是跟在动词后面，但它的超能力是代表曾经有过的经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专属于你人生经验的打卡印记。打卡印记这个概念非常贴切。当你在动词后面加上过，这个句子瞬间就拥有了历史感。它代表你把某个体验正式收编进了你的人生履历里。比如你很自豪地分享我去过北京，这就表示北京已经在你的生命经验里留下了一个打卡的印记。那如果这个体验根本不在我的履历上呢？比如我完全没去过。我知道中文的否定通常就是加上没或者没有，所以我猜就是我没去过北京，对吧？完全正确。但当你想去探问别人的人生经验时，挑战就来了。你可以很简单地问：你去过北京吗？不过中文母语者在日常对话中非常喜欢用另一种句型。哪一种？一种听起来很有节奏感的正反疑问句。我们不会只在句尾加个吗，我们会把没有放在最后面，问你去过北京没有吗？难怪当你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听到这种把没有丢到句尾的问法，大脑真的需要转一下才能理解。对初学者来说，这种问法的节奏确实需要适应，它听起来比较长，而且结构跟英文完全不一样。但当你习惯之后，你会发现过真的很好用。想象你跟朋友极力推荐一部神作，你可以满眼放光地说：“我看过那个电影，还不错哎，是我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这里连续用了2次过，把那种我体验过这个美好事物的自豪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这个词在职场上也超级好用。想象你在跨部门会议上，突然有人提出一个你完全没准备到的系列问题，这种时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对，为了展现专业并给自己争取缓冲时间，你可以不疾不徐地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还没想过，我要想想怎么回答，明天告诉你也可以吗？”这句我还没想过，不仅诚实，还显得你非常重视对方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沟通技巧。说到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许多人学中文时的终极大魔王了。要把过和了拿来超级比一比了吗？没错，这两者都跟过去发生的事情有关，常常让人混淆。简单来说，对于刚完成不久的事情，我们习惯用了；但是对于比较久远的经历，我们就会使用过。听起来是一个关于时间远近的差别，但事情应该没有这么单纯吧？确实没那么单纯，真正的致命差异其实藏在他们的否定形式里。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在否定句中，过必须稳稳地留在句子里，但是了必须直接消失。必须消失。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对比吗？这个听起来很容易踩雷。想象我们现在在一家异国餐厅，这就是我们的实战场景。朋友指着菜单上一道形状非常奇特的料理问你：这个菜你吃过吗？这在问我人生中有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我摇摇头说我没吃过。你看，这个过保留下来了。接着，朋友看你好像很饿，关心你近期的状态，问你：你吃晚饭了吗？这里是在问刚刚发生的事，所以用了。对，这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绝对不能说我没吃过了，你只能摸摸肚子说我还没吃，那个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这真的太容易踩坑了。
就算你已经学中文好几年，大脑还是会有一种惯性，觉得既然是在讲过去没做过的事，就应该加上一个表示过去的标记。所以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画蛇添足，脱口而出"我没吃过了"这种句子。这在母语人士听起来真的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因为没跟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互斥的。所以我们来透过刚刚提到的日常情境，帮你把这个规则内化。场景一：破冰闲聊。你去参加一个派对，遇到新朋友想要破冰，这时候过就是最好的开场白。你可以试着用那种道地的节奏问他：你去过北京没有？直接开启一段关于旅行经验的对话。场景二：深度讨论与回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开会被突击的场景，你大方的承认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化解尴尬又展现稳重。场景三：餐桌上的实战。面对奇特料理时说我没吃过，而回应朋友关心晚餐时说我还没吃。把这几个情境在脑海里多跑几次，你的语感自然就会建立起来了。完美。经历了状态的桥梁得和经验的印记过，我们终于要来面对今天的最后一个核心，也是许多人觉得最抽象的一个词，句尾的了。我们要先厘清，这里特指的是放在句子最后面的了，它绝对不是你想象中单纯用来表示动作完成的过去式。它不是过去时，那它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它的真正身份是代表情况出现了变化。情况出现了变化，这个概念真的很反直觉。我们来感受一下那些带有变化魔力的句子，比如你打电话跟老板请假，你说我生病了。这句话不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它隐含着一个强烈的前后对比。我本来是健康的，但现在情况改变了，我进入了生病的状态。再看一个关于天气的经典例子，天晴了。如果你把它当成过去式，你会觉得超级不合理，因为太阳明明是现在才刚出来。对啊，天气现在很好，为什么要用了？其实这就是因为状态改变了，本来可能是阴天或在下雨，现在放晴了，因为有了这个转折，所以我们说天晴了。还有一个每天早上都会上演的夺命连环催，你的闹钟狂响，你还在赖床，这时候妈妈推开房门对着你大喊：7点了，快起床！为什么时间后面要加了？因为原本可能还是6:59，你觉得还可以再睡一下，但现在指针越过了7点这条线，时间的状态改变了，产生了一种新的急迫性。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宏观视角来看，你会发现中文其实是一种非常关注变化与流动的语言。这个句尾的了，就像是中文母语者内建在语言里的一个变化雷达，随时用来捕捉世界正在发生的转折。变化雷达，我也喜欢这个比喻，所以它随时都在扫描现在的状态跟5分钟前，甚至昨天有什么不同。没错，随时都在扫描。但说真的，这个雷达对你，也就是学习者来说，可能常常会处于当机状态。当你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大的难关就是被英文的文法绑架，把了死板的等同于爱意力了。对，所以看到天晴了，大脑自动翻译成 It cleared up in the past， 然后就陷入困惑，想说太阳明明还在天上啊。这完全是因为没有切换到状态改变的频道。至于对那些已经有点基础的人来说，难度就变成判断时机了。你可能懂了变化的概念，但常常在真正需要表达状态改变的时候，忘记开启这个雷达。可以举个例子吗？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当别人跟你解释了一个很复杂的观念，你突然恍然大悟，状态从不明白变成了明白。这时候，如果你只生硬地说“我懂”，听起来就很平淡，真的少了一种灵魂。但如果你加上雷达，说“我懂了”，那种醍醐灌顶、状态瞬间转换的感觉立刻就出来了。为了让你的变化雷达更加敏锐，我们准备了最后3个实战场景来帮你练习。场景1：观察天气的惊呼。你原本准备出门，看着窗外阴阴的天空，突然太阳露脸了，你转头对室友兴奋地说：“天晴了。”相反地，如果原本是大晴天，突然滴下水来，你就可以惊呼下雨了。场景2：更新你的健康状态。就像刚刚说的，你早上发高烧，打给主管说：“我生病了。”过了几天，你康复了，朋友看着你气色红润，很高兴地做出判断，他的病好了。这2个句子完美捕捉了从健康到生病，
再从生病回到健康的2次状态转折。场景3就是那个早晨的催促，7点了，快起床，宣告着时间状态的改变，警告你如果再不起来，后果就不堪设想啦。透过这几个情境，你应该能深刻体会到这个小小的了是如何生动地捕捉了天气、健康和时间在流动中的转折。真的非常有画面感。那么这一切代表什么呢？我们来为你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精华。我们今天拆解了3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德是一座桥梁，负责精准连接你的动作与它所导致的状态。过是一个专属印记，深刻地刻画在你生命里曾经有过的经验上。而最后的了，则是一部敏锐的雷达，随时准备捕捉这个世界与情况的任何细微变化。其实，学习这些语法绝对不只是为了让你的句子完全符合文法书的规定。你真正在做的是获得一套全新的视角。当你学会自然地运用得、过、了，你就能够用一种更细腻、更具动态感的方式，去精准描述你周遭发生的各种美好细节。这的确就像是换了一副看世界的眼睛。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让你去思考。请说。比起许多西方语言高度依赖严格的动词变位，必须精准划分过去、现在、未来等各种复杂的时间线，中文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我们选择用得、过、了这种标记状态、经验和变化的方式来表达时间的推移。对，这是不是意味着使用中文的人在潜意识里看待时间与事物发展的方式，其实不再是一条笔直生硬的线，而是更加灵活、更加关注当下状态的流动性呢？顺着状态流动的时间观，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想法。语言真的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更是我们形塑思想、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完成这趟语言探索之旅。在接下来的这周里，我们鼓励你试着在生活周遭或者在你看的中文节目里打开你的雷达，去捕捉得、过、了这3个词汇的踪影，看看你是不是能体会到我们今天聊的那些奇妙变化。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探索旅程中再见。 Great work finishing today's lesson. Now you understand how the describes degree or results, how 过 talks about past experiences, and how 了 shows changes or completed actions.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continue with 3 useful grammar structures: 着, the pattern 是的, and the causative sentence structure using 让. If you'd like more guided practice and feedback on your Chinese speaking, you can book a trial lesson with me. The link is in the description. See you in the next lesson.